身为物业经理，我为业主争取专项资金，把小区里的老旧的电梯全部换新，不料却遭业主大爷在业主群里吐槽，拿着我们交的物业费换新电梯，净搞这些表面功夫，还不如给我们降点物业费来的实在。这物业就是玩花活，把电梯弄新了，显得他们工作做得好，物业费就更好意思，一分不少的收了，还得让我们业主对他们感恩戴德。业主们都被他煽动，不断在电梯上挑毛病，我反手找人装回老电梯，最后业主们悔疯了。从业6年，我一直是零投诉，可没想到我费尽心力为业主们争取来免费换电梯的福利，引起了业主大爷郝建的不满，他不停在业主群里吐槽，物业净搞这些花里胡哨的，不如把物业费降一降，实实在在的好处才是真的。我们要的是实惠，不是这些表面功夫。甄经理，我已经私下跟郝大爷说了，让他别在群里瞎说了。他说就是随口发表一下建议，没想到大伙儿都跟着附和，他还说自己没说错。602郝大爷，您只代表您自己，好多业主都说新电梯用着挺好的，没人有意见。谁说的？他们都赞同我。我在群里一直没有发言，在看到这条消息后，我忍不住转头问同事李娜，他们还有谁啊？自从新电梯换上之后，不少业主都跟我说方便多了，上下楼再也不用等半天，还有人特意来物业办公室跟我说谢谢，说我办了件实事。现在居然跟我说他们都赞同郝建的说法。小区里的大伙儿都这么说，还不如把换电梯的钱拿出来给我们降物业费，哪怕每个月少收50，那也是实实在在的，这样皆大欢喜。甄经理，我觉得老郝说的没错，网上也都说物业要多为业主考虑，降点物业费比换什么电梯都强。我家平时就我一个人住，也不怎么坐电梯，换不换新的对我来说没差别，还不如少交点钱。是我考虑不周，没顾及到大伙儿的想法，我们物业商量一下，给大伙儿一个答复。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物业就是得听我们业主的。这电梯是我跑前跑后才争取来的免费福利，既然他们不领情，觉得不如降物业费，那就干脆换回去。不过此事我还是跟物业的几个同事商量了一下，我把他们叫到办公室。郝建在群里吐槽的事，你们是怎么看的？甄经理，这郝大爷就是没事找事，小区里大多业主都觉得新电梯挺好的。这样吧，搞个业主问卷，让大伙都填一填。如果他们大多都觉得新电梯没用，那我就把电梯换回去，顺了他们的意。甄经理，万一换回去之后，他们又说电梯太旧，让您再换回来怎么办？我们平时巡楼，不少业主都夸新电梯方便，就他一个人挑刺。我是物业经理，为小区做事，但也不能由着他们随心所欲。另外，让施工队的人过来，随时没把电梯要回去。第二天一早，李娜和小周就把问卷打印出来，挨家挨户的送实名填写，一户一张，还在小区的公告栏贴了通知，让业主们尽快填写，3天后统一回收。郝建看到公告，特意跑到物业办公室，一脸得意的看着我。甄经理，你这做法还挺对，就让大伙投票，我保证大部分人都跟我一样，想降物业费，不想留着没用的新电梯。郝大爷，话别说太满，等问卷结果出来，一切都清楚了。我话就放这儿了，你就等着把电梯换回去，给我们降物业费吧。这郝大爷也太自信了，真以为所有人都跟他一样。大伙儿并非真的觉得新电梯不好，是有人被郝建的降物压费勾住了心，贪那点小便宜。下午4点多，同事们开始陆续收问卷回来，一个个脸上都没什么好脸色。李娜一进办公室就把手里的问卷往桌上一扔，气呼呼地说：甄经理，郝建太过分了，我去6号楼送问意卷，他就跟在我后面，见着人就说让人家填反对换电梯，还说要是不填就是跟物业一伙的欺负老业主。有几个大爷大妈被他说的没办法，只能按他的意思填。我去1号楼，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。郝建的老伙计刘叔在楼下坐着，谁填赞成他就跟谁念叨，说人家傻，放着物业不降，非要个破电梯。有几个年轻人本来想填赞成，被他说的不耐烦，干脆就不填了，直接把问卷扔了。我去其他楼坐，有业主跟我说不是不想填赞成，是怕郝建记仇，我就怕到时候他会打击报复。他在小区里爱嚼舌根，谁得罪他，他就到处说人家的坏话。大伙儿都是街坊邻居，不想把关系闹僵。我听着他们的话，心里的火气一点一点往上冒，却还是压着脾气说：没事，收多少算多少，先统计，把填了的都整理出来，没填的记下来，后期再上门问问，实在不愿意填的也不勉强。最后等统计结果出来的那一刻，办公室里一片安静。320份问卷，实际收回216份，其中赞成的有138份，反对的有78份。大部分业主还是认可新电梯的，郝建口中的大伙都跟他一个想法，不过是他的自欺欺人。甄经理还好，赞成的还是占大多数，这下郝建没话说了吧？
就是看他还怎么在群里煽风，这白纸黑字的，他总不能抵赖吧？你们看看这78本分里有多少是1号楼和6号楼？这2栋楼2部电梯都是换的新的，按说最该认可的就是他们。几个人低头一看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78份反对票里有65份来自1号楼和6号楼，剩下的13份都是其他楼栋不怎么坐电梯的业主。这郝建果然是在背后搞鬼。甄经理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把统计结果整理成表格，发到业主群里，再贴在小区的公告栏上，让所有人都看看，到底是谁在代表大伙，是谁在自说自话。另外，直接让施工队的人明天一早过来，先别换电梯，就在小区里等着。我倒要看看郝建接下来想干什么。李娜点点头，立刻开始整理表格。小周则去打印公告，小张忙着把统计结果发到业主群里。群里的消息一发出去，原本还吵吵嚷嚷的群瞬间安静了。过了大概10分钟，才有人出来发言。我填的是赞成，新电梯用着可方便了，我家小孙子天天坐。郝建那老头非让我填反对，我没理他。我也是赞成。甄经理为了换电梯跑前跑后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郝建就是无理取闹，想借着这事儿出风头。我住3号楼，虽然离物业楼远，但也知道甄经理的辛苦。人家免费给换电梯，还挑3拣4，真不知道怎么想的。那些之前跟着郝建附和的业主，此刻都沉默了，没人再说话，更没人再提降物业费的事。郝建，这只是开始，你不是爱挑事吗？那我就陪你好好玩玩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郝建打来的。电话刚接起，他的声音就从电话里传了出来，带着点气急败坏。甄明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故意弄那问卷来针对我是吧？那些统计结果都是你造假的，根本不能算数。郝大爷，话可不能乱说。问卷是每户都发了的，收回来的都是业主亲自填的，白纸黑字，还有签名，怎么就造假了？难不成是您觉得结果不如您的意，就开始胡搅蛮缠了？那又怎么样？就算赞成的多，那也有不少人想降物业费。你作为物业经理，就得考虑所有人的想法，不能只听一部分人的。我考虑了，我跑了3个多月，争取来免费的新电梯，就是为了考虑小区里的老人和小孩，考虑那些每天爬楼梯的业主。这难道不是考虑所有人的想法？倒是您郝大爷，您只考虑自己那点物业费，不顾及其他业主的感受，您觉得这合适吗？我那是为了大伙儿好，降物业费对谁都好，谁不想要少花钱？你这电梯换了就换了，能值几个钱？还不如实实在在的钱来的实在。郝大爷，您知道新电梯多少钱吗？20万，1分钱不用业主出，全是我争取来的专享资金。您却觉得这20万能给300多户业主降多少物业费？1户1年降50，320户1年才16000，20万能降12年。这12年里，电梯坏了，谁来修？谁来出钱？到时候您是不是又要吐槽物业，说连个电梯都修不起，不作为？我的话一字一句像锤子一样砸在郝建的心上。电话那头沉默了，半天都没声音。我能想象出他此刻的脸色必定是铁青的。郝大爷，我已经把统计结果公示了，大部分业主都想保留新电梯，所以新电梯不会换回去。至于物业费，小区的物业费一直是按物价及郊局的标准收的，没有乱收费，也没有多收费。想降物业费，除非议价局调整标准，否则不可能。陈英俊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我告诉你，这事儿没完，现在就你不信了，我治不了你这个年轻的物业经理。我等着。郝大爷，我做物业经理是为了给业主办事，不是为了看谁的脸色。您要是想好好过日子，咱就各退一步，相安无事。您要是非要挑事儿，那我奉陪到底。只是到时候丢人的是谁就不一定了。说完，我直接挂了电话，把手机扔在桌上，心里的火气终于消了一点。李娜看着我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甄经理，郝建不会真的还要闹吧？”闹，肯定会闹。他这种人吃软不吃硬，被我怼了一顿，肯定咽不下这口气。不过没关系，他想闹，我就陪他闹。我倒要看看他能闹到什么程度。第二天一早，天刚蒙蒙亮，我就被小区保安的电话吵醒了。电话里保安的声音带着点慌张：“甄经理，您快来小区门口吧，郝建大爷带着几个人在门口堵着，说要找您要说法，还说要是您不来，就不让业主进小区，也不让外面的人进来。”现在才6点半，这郝建还真是没完没了了，居然敢堵小区门口，影响业主的正常出行。我马上到，你先稳住他们，别让他们跟业主起冲突。郝建那边，你别跟他吵，等我来。我挂了电话，迅速穿好衣服，抓起钥匙就往小区跑。等我到小区门口的时候，门口已经围了不少人。郝建站在最前面，手里拿着一个扩音喇叭：“陈英俊这个物业经理不作为，造假问卷，
糊弄业主，大家都别被他骗了。他就是想借着新电梯捞好处，根本不是为了我们业主好。他的身边站着几个跟他走得近的老头老太太，都是平时在小区里爱凑热闹、爱挑理的，一个个跟着附和。就是甄英俊太年轻了，做事不地道，必须让他给我们说法。降物业费，我们就要降物业费，不然就换物业经理。小区门口的业主有上班的，有送孩子上学的，都被堵在门口，脸上满是不耐烦。郝大爷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大清早的堵着门口，我们还要上班呢，孩子还要上学呢。您有什么事儿不能跟甄经理好好说吗？好好说，他根本不听我们的，他就是个白眼狼。我们交着物业费养着他，他却不替我们着想。郝大爷，大清早您在小区门口堵着，拿着扩音喇叭喊，影响业主的正常出行，您觉得这合适吗？甄英俊，你终于来了！我问你，那问卷是不是你造假的？为什么赞成的有那么多？肯定是你让你的员工冒充业主填的，你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。这是业主填的问卷，上面都有签名，有手印。您自己看，是不是造假的？要是您觉得是造假的，我们可以一起去街道办，让街道办的工作人员来核实，看看这些签名是不是业主的亲笔签名。就算是真的，那也有不少人想降物业费。你作为物业经理，就得满足我们的要求，不然我们就联合所有业主罢免你。郝大爷，您怕是不知道罢免物业经理的流程吧？首先需要2/3以上的业主联名签字，然后提交给业主委员会，再由业主委员会提交给街道办和物业公司，经过审核之后，才能进行罢免投票。您觉得您能凑够2/3的业主联名签字吗？小区里的业主委员会主任是6号楼的退休教师王大爷，他在电梯换新后还给我写过感谢信。他为人正直，明事理，早就看郝建不顺眼了。别说2/3的业主，就算是1/3，郝建都凑不够。郝建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，他确实不知道罢免的流程，只是随口一说，想吓唬吓唬我，没想到被我直接戳穿了。你少拿流程来压我，我今天就要让你知道，我们业主不是好欺负的。郝建恼羞成怒，伸手就要推我，他的手还没碰到我，就被旁边的一个业主拉住了，是1号楼的张大叔，平时跟我关系不错。他对着郝建说：“郝大哥，您别太过分了。换电梯是免费的，甄经理跑了多少趟，磨破了多少嘴皮，您心里没数吗？您大清早的堵着门口，影响大家出行，您这是在给小区添乱。我添乱？我这是为了大伙好。大家都看看，这姓张的被甄英俊收买了，帮着甄英俊说话，我们可不能被他们骗了。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就是说句公道话，甄经理办实事儿，我们业主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不像你只会挑事儿，只会搅和。小区里有你这样的人，真是倒霉。周围的业主也开始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，大部分人都觉得郝建做的不对，有人再次忍不住开了口：“郝大爷，您别闹了，赶紧让开，我们还要上班呢。我这是为了大伙的利益，你们居然还要报警抓我？谁要抓你？我们只是想正常出行。您要是真的为了大伙好，就该跟甄经理好好协商，而不是大清早堵着门口耍无赖。”郝建看着周围的业主，一个个都对着他指指点点，没人再跟着他附和，脸色难看到了极点，手里的扩音喇叭也慢慢放了下来。郝大爷，现在您要么让业主们正常出行，要么我们就报警，让警察来处理，您自己选。走，我们先回去。不过这事儿没完，我还会找他要说法的。说完，他带着几个人灰溜溜的走了。小区门口的业主瞬间爆发出一阵欢呼声。太好了！哇！甄经理简直太酷了！甄经理，你做的对，就不该惯着他。让大家受委屈了，大清早的被堵在门口，影响了大家的出行。我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抱歉，以后我会尽量避免这种事发生。甄经理，不怪你，都是郝建那老头的错。就是甄经理，你别往心里去，我们都支持你。业主们陆续进了小区，上班的上班，送孩子的送孩子，小区门口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保安走到我面前，松了口气。甄经理，还好你来了，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没事，辛苦你了。以后要是郝建再来闹事，
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，也可以直接报警，不用跟他客气。好的，甄经理。郝建这次吃了亏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他一定会想别的办法来挑事。我必须做好准备，应对他接下来的各种手段。走到物业办公室门口，就看到李娜和小周站在门口，一脸焦急。看到我过来，立刻迎了上来。甄经理，您没事吧？我们听说郝建在小区门口堵着您，还拿着扩拥喇叭喊。我没事，郝建就是纸老虎，一戳就破。他以为堵着门口就能逼我妥协，没想到反倒是惹了众怒，没人再跟着他起哄。那就好，刚才我还担心您跟他起冲突，毕竟他年纪大了，要是出点什么事，我们也不好交代。我有分寸，他年纪大，我不会跟他动手。但是他要是敢无理取闹，影响业主的正常生活，我也不会惯着他。该报警就报警，该找街道办就找街道办，不能让他觉得我们物业好欺负。正说着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业主委员会的王主任打来的，我立刻按下了接听键。王主任，您好。甄经理，你没事吧？刚才小区门口的事儿，我听说了，郝建太过分了，大清早的堵着门口，影响大家出行。我已经在业主群里说了他了，让他别再无理取闹。郝建就是想借着换电梯的事儿闹一闹，逼着降业费。不过现在他已经被业主们怼走了，应该消停一阵子了。消停？我看悬。郝建那性格，吃了亏，肯定会想别的办法来挑事儿。甄经理，你可得小心点儿。要是他再闹，你跟我说。业主委员会站在你这边，我们支持你办实事。太感谢王主任了，有您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要是郝建再闹，我一定第一时间跟您沟通。放心吧，有王主任和业主委员会的支持，郝建翻不出什么波浪。不过，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，该做的工作还是要做，把小区的各项服务做好，让业主们满意，这才是最根本的。几个人异口同声地应着，脸上的担忧也消失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小区里倒是平静了不少。郝建没有再闹事，也没有在业主群里发消息，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。我以为他是真的消停了，没想到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周五的下午，我正在办公室里整理小区的绿化规划，准备下周开始对小区的绿化带进行改造。小张突然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。怎么了？甄经理，不好了！1号楼的张大妈和郝建吵起来了，还动手了。张大妈是个老实人，性格温和，平时连话都不会跟人吵，怎么会跟郝建吵起来，还动手了？怎么回事？好好的，怎么会吵起来？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，只是听1号楼的业主说，张大妈在楼下晒被子，郝建走过去就开始说张大妈，说她帮着物业说话，是物业的帮凶，群众的叛徒。张大妈气不过，就跟他吵了起来。郝建动手推了张大妈一把，张大妈没站稳，摔在了地上，手里的被子也掉在了地上，还被郝建踩了几脚。郝建也太过分了，居然对一个老太太动手，这简直是无法无天了。等我跑到1号楼楼下的时候，周围已经围了不少业主。张大妈坐在地上，眼眶红红的，手里的被子被踩得脏兮兮的。郝建站在一旁，双手叉腰，还在对着张大妈喊：“我就是推你了，怎么了？谁让你帮着甄英俊说话？谁让你跟我作对的？这就是你跟我作对的下场！”张大妈气得浑身发抖，说不出话来。周围的业主都对着郝建指指点点，却没人敢上前阻拦。毕竟郝建年纪大了，万一有个什么事，谁也担不起责任。郝建，你太过分了！张大妈一把年纪了，你居然对她动手，还踩她的被子，你还有点做人的底线吗？甄英俊，你来的正好，这老太太帮着你说话，我就是要教训教训她，让她知道跟我作对的下场。你有什么资格教训她？
张大妈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哪里摔疼了？甄经理，我没事，就是心里憋屈。我就是说句公道话，说你做得好，他就开始骂我，还推我，踩我的被子，这也太欺负人了。张大妈，有我在，我不会让他欺负您的。郝建，你现在立刻给张大妈道歉，把她的被子洗干净。要是张大妈有哪里不舒服，你还要带她去医院检查，所有费用都由你承担。让我给他道歉？不可能！我没错，我为什么要道歉？是他先跟我作对的，这都是他自找的。你没错，大家都看在眼里，是你先开口骂人，先动手推人，还踩了张大妈的被子，你居然说你没错。今天你要么道歉，要么我们就报警，让警察来评评理，看看你这算不算故意伤害老人。哼，你以为我怕你报警？我年纪大了，警察也不能把我怎么样，你有本事就报警。我看着他这副样子，心里的火气再也压不住了，拿出手机直接按下了110。电话接通的那一刻，我对着电话说：警察同志您好，我是 X 小区的物业经理甄英俊。我们小区里有个老人叫郝建，故意推搡另一位老太太，还损坏她的财物。现在老太太坐在地上，情绪很激动，麻烦你们过来一下。郝建看到我真的报警了，脸色瞬间变了，他往后退了一步，眼神里带着点慌张。甄英俊，你居然真的报警，简直太过分了！过分的是你，不是我。你对一位老太太动手，就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警察来了，自然会评评理。就是该报警，让警察来管管他，太过分了。年纪大了就可以为所欲为吗？没门儿！郝建还想跑，但被周围的业主们合伙围住了。10分钟后，警察来了，了解了事情的经过，又询问了周围的业主，对着郝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。郝建在警察面前再也不敢嚣张了，低着头一言不发。最后，郝建给张大妈道了歉，答应赔偿张大妈的被子，还带着张大妈去医院做了全面的检查，所有费用都由他自己承担。警察走的时候，特意对着郝建说：老人家，年纪大了，要安分守己，邻里之间要和睦相处，不能随便骂人，更不能动手。下次再发生这种事，我们就按相关规定处理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看着郝建带着张大妈去医院的背影，周围的业主都松了口气，对着我说：甄经理，你做得对，就该让他吃点教训。是，不然他还以为没人能管他了。甄经理，多亏了你，不然张大妈今天就白受委屈了。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保护业主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是物业的职责。以后要是再有这种事，大家第一时间给物业打电话，或者直接报警。不要怕，我们不会让任何一位业主受委屈的。业主们纷纷点头，各自散开了。郝建这次被警察批评教育，还赔了钱，肯定会把这笔账算在我头上。他接下来的报复只会更狠，我必须更加小心，做好万全的准备。郝建带着张大妈从医院回来后，倒是安静了几天。他每天只是在小区里溜溜弯，跟几个老伙计聊聊天，再也没有找过张大妈的麻烦，也没有在业主群里发过任何消息，看起来像是真的改邪归正了。以我对郝建的了解，他绝对不是那种会轻易认输的人。这次吃了这么大的亏，肯定会在背后搞小动作。周一早上，我刚到办公室，就接到了物业公司总部的电话。电话里，总部的领导语气很严肃：甄英俊，你怎么回事？最近怎么有这么多业主投诉你，说你工作不作为，态度恶劣，还滥用职权欺负业主？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我最近一直兢兢业业的工作，小区里的各项事务都处理得井井有条，怎么会有这么多投诉？领导，您别着急，我这边根本没有接到业主的投诉。这些投诉是从哪里来的？都是从市民热线转过来的，还有些是直接打到总部的。一共有15份投诉，
都是针对你的，投诉的内容都差不多，说你在换电梯的事上造假，糊弄业主，还跟业主发生冲突，态度恶劣。陈英俊，你在那个小区做了那么多年物业经理，一直都是零投诉，这次怎么出了这么大的问题？你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还要尽快处理好这些投诉。要是处理不好，影响了物业公司的声誉，你这个物业经理怕是也做不下去了。领导，我知道了，我会立刻调查这件事，尽快给您一个答复，也会尽快处理好这些投诉。我挂了电话，心里的火气瞬间就上来了。不用想，这些投诉肯定是郝建搞的鬼，他自己闹不出什么花样，就开始恶意投诉，想通过这种方式把我搞下台。甄经理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总部来电话了，说有15份针对我的投诉，都是从市民热线和总部热线转过来的。投诉的内容都是说我不作为，态度恶劣，滥用职权。不用想，这些投诉肯定是郝建搞的鬼。他这是想通过恶意投诉把我搞下台。什么？郝建居然这么卑鄙！他自己无理取闹，还恶意投诉，太过分了！甄经理，我们跟他拼了，去找他对峙，就是等着让他把这些投诉撤回来。别冲动，现在去找他对峙，他肯定不会承认，反而会倒打一耙，说我们欺负他。到时候，事情只会更麻烦。那怎么办？难道就任由他这么恶意投诉吗？总部那边还催着要答复呢。当然不能任由他。首先，我们要把这些投诉的内容整理出来，然后针对每一条投诉拿出对应的证据，证明自己的清白。比如换电梯的事儿，我们有问卷，有业主的签名，有街道办的证明，证明这是免费的专项基金，不是我造假糊弄业主。还有跟业主发生冲突的事，我们有小区的监控，有周围业主的证言，证明是郝建先挑事，先动手，我只是正当防卫，保护业主。其次，我们要跟市民热线和总部沟通，把这些证据提交上去，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，让他们知道这些投诉都是恶意的，是郝建为了报复我故意捏造的。最后，我们要在小区里进行公示，把这些投诉的内容还有我们的证据都贴在公告栏上，让业主们知道事情的真相，避免郝建在小区里造谣误导业主。我的话条理清晰，李娜和小周听着慢慢冷静了下来，点了点头。甄经理，你说的对，我们就按你说的做，一定不能让郝建的阴谋得逞。好，现在开始分工。李娜，你负责跟市民热线和总部沟通，整理投诉内容，提交我们的证据。小周，你负责调小区的监控，把郝建在小区门口堵门、推搡张太妈的监控都调出来，备份好。小张，你负责把这些证据整理成文档，贴在小区的公告栏上来，还要发到业主群里，让所有业主都看到。3个人立刻行动起来。接下来的2天，李娜每天都跟总部沟通，提交各种证据。小周把小区里的监控都调了出来，还找了当时在场的业主录了证言。小张把所有的证据都整理成了厚厚的一沓文档，贴在了小区的各个公告栏上，还发到了业主群里。业主们看到这些证据后，瞬间炸开了锅。郝建太卑鄙了，自己闹不出花样就恶意投诉，想把甄经理搞下台，太过分了。甄经理为小区做了这么多事，他居然这么恩将仇报，真不是个东西。听我说，我们要联名给甄经理作证，证明他的清白，不能让郝建的阴谋得逞。之后，不少业主还主动给物业公司总部打电话，为我作证，说我工作认真负责，为业主办实事。那些投诉都是恶意的，是郝建故意捏造的。物业公司总部在收到我们的证据，还有业主的证言后，也对事情进行了调查，确认了这些投诉都是郝建恶意捏造的，特意给我打了电话。甄英俊，
经过调查，证明你是被冤枉的。我对我之前的行为感到抱歉。总部对郝建的恶意投诉行为进行记录，要是他再敢恶意投诉，就会通过法律途径追究他的责任。总比对这些投诉进行了撤销，还将郝建列入了恶意投诉的黑名单，向我承诺，如果他再敢捏造事实、恶意投诉，就会移交相关部门进行处理。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办公室里的同事时，大家都松了口气，脸上露出了笑容。郑经理，太好了，现在都澄清了，还撤销了投诉，郝建的阴谋最终没能得逞。就是，看他还怎么得意。这次他偷鸡不成18米，不仅没把甄经理搞下台，还把自己搞进了恶意投诉的黑名单，真是大快人心。哈哈哈哈。虽然又度过一个难关，但郝建不会就这么算了，他的阴谋破产了，肯定会更加气急败坏。接下来他肯定会想出更恶毒的办法来对付我。没过多久，郝建就开始在小区里处处刁难物业，处处挑刺。小区的垃圾桶每天早上保洁阿姨都会清理一遍，郝建就故意在垃圾桶里扔一些易腐烂的垃圾，还把垃圾倒在垃圾桶外面，然后在业主群里发照片。大家快来评评理！物业的保洁工作不到位，垃圾桶没人清理，小区里臭气熏天，这谁还分得清是小区还是垃圾场？小区的路灯有几盏因为线路老化，偶尔会闪几下。郝建就天天在业主群里发消息：物业不作为，路灯坏了也不修，晚上业主出门都不安全。我晚上出门遛弯的时候，差点摔倒。小区的绿化带我们正在进行改造，种了一些新的花草。郝建就故意把刚种下去的花草拔了，然后说物业种的花草都是劣质的，种下去就死了，浪费业主的物业费。郝建的这些行为让物业的工作变得异常艰难，保洁阿姨每天要清理好几遍垃圾桶，维修师傅天天要去检查路灯，绿化师傅刚种下去的花草转眼就被拔了，只能重新种。办公室里的同事一个个都累得筋疲力尽，怨气很大。周五的下午，绿化师傅气冲冲地跑到办公室里，手里拿着一把被拔了的月季花，对着我说：甄经理，您看看，这是我今天刚种下去的月子花，一转眼就被郝建拔了，这已经是第3次了，我种一次他拔一次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我不干了。甄经理，郝建太过分了，天天挑刺，保洁阿姨都快被他逼疯了，维修师傅也天天往各个楼卷跑，检查路灯，根本没时间做其他的工作。甄经理，我们不能再忍了，再忍下去，他只会越来越过分，我们的工作根本没法开展了。郝建的这些行为已经不仅仅是刁难了，他这是在故意破坏小区的公共设施，影响小区的正常管理。师傅，您别生气，也别辞职，这事儿我来处理，我保证不会再让他这么欺负我们物业的工作人员，也不会再让他破坏小区的公共设施。甄经理，你有办法治他？这郝建油盐不进，软硬不吃，你能有什么办法？我有办法。他不是喜欢破坏吗？不是喜欢挑刺吗？那我就让他知道，凡事都有代价。还得让他知道，小区的公共设施不是他想破坏就能破坏的，物业的工作人员也不是他想欺负就能欺负的。李娜，你去把郝建破坏小区公共设施的证据都收集起来，他拔花草的照片、扔垃圾的照片，还有他在业主群里造谣的聊天记录都整理好。小周，你去小区的司法所咨询一下，像郝建这种故意破坏小区公共设施、恶意刁难物业工作人员的行为，能不能通过法律途径追究他的责任？小张，你去联系小区里的业主，让那些被郝建影响的业主都出来作证，证明郝建的所作所为。3个人立刻行动起来，李娜跑遍了小区的各个角落，拍下了郝建拔花草、倒垃圾的照片，还把他在业主群里造谣的聊天记录一一截图保存。光是整理出来的证据就有厚厚的一沓。小周去了小区的司法所，跟司法所的工作人员详细说明了情况。情况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，这位业主的行为已经涉嫌故意损坏公司财物，虽然损坏的财物价值不高，但情节恶劣，还多次恶意刁难物业工作人员，影响了小区的正常管理。业主和物业可以联合起来向司法所申请调解，要是调解不成，还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追究他的正的水状。小张则联系了小区里的很多业主，1号楼的张大妈、6号楼的王主任，还有很多被郝建影响的业主都愿意出来作证，证明郝建的所作所为。他们还联名写了一封请愿书，希望司法所能够严肃处理郝建，还小区一个安静的环境。随后，我带着收集到的证据，还有业主的请愿书，来到了小区的司法所，向司法所的工作人员提交了调解申请。
我是 XX 小区的物业经理甄英雄，现在要求业主郝建停止一切破坏小区公共设施、恶意刁难物业工作人员的行为，向物业的工作人员道歉，并赔偿小区的财务损失。我们现在就会联系郝建，通知他来私有所进行调解。郝建接到司法所的通知后，还以为是我在搞什么花样，根本没放在心上，大摇大摆的来到了司法所。他一进门就对着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喊：“同志，我是来投诉的，投诉我们小区的物业经理甄英运，他滥用职权，欺负业主，还联合业主陷害我，你们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”郝建同志，我们今天请你来，不是让你投诉的，是因为甄明经理和小区的部分业主向我们申请了调解，要求你停止破坏小区公共设施、恶意刁难物业工作人员的行为，向物业工作人员道歉，并赔偿损失。你先看看这些证据吧。王调解员把我们收集的证据放在郝建面前，照片、聊天记录、业主的证言、请愿书一一摆开。郝建的目光扫过这些证据，脸色一点一点变了，从一开始的不屑，到后来的惊讶，再到最后的慌张。这都是假的，是他们伪造的，是甄英俊故意陷害我。郝大爷，这些照片都是小区里的监控录下的，还有业主用手机拍的，每一张都有时间和地点，怎么伪造？你自己看，这是你拔月季花的监控，这是你把垃圾倒在垃圾桶外面的监控，这是你在路灯下故意晃悠，说自己差点摔倒的监控，每一个画面都清清楚楚。你还敢说这是伪造的吗？郝建看着手机里的监控视频，画面里他的一举一动都被拍得清清楚楚，他再也说不出话来，脸色一阵青一阵白。郝建，你别再嘴硬了，你做的那些事儿我们都看在眼里，你拔花草、倒垃圾、恶意投诉甄经理、刁难物业工作人员，你太过分了。就是，你以为没人能管你吗？今天你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郝建同志，证据确凿，你就不要再狡辩了。你的行为已经违反了相关规定，故意毁坏公司财物，还多次恶意刁难他人，影响了小区的正常管理。根据相关规定，你必须向物业的工作人员道歉，并赔偿小区的财务损失。郝建抬起头看着王调解员，又看了看我，知道自己这次是真的跑不掉了。他咬着牙，半天才憋出一句：“我可以道歉，也可以赔偿损失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”你说，只要你的合理，我们可以考虑。我要求甄明把小区的新电梯换回去，恢复成老电梯，不然我就不道歉，也不赔偿。他到现在还想着换电梯的事，还想着逼我妥协。郝大爷，你的这个条件根本不合理，也不可能实现。小区的新电梯是大部分业主都认可的，是我跑了3个多月争取来的免费福利，不可能因为你一个人的要求就换回去。你要么答应道歉和赔偿，要么我们就走法律途径，追究你的责任，你自己选。过分的是你，不是我。我已经给了你很多次机会，是你自己不珍惜，一而再再而三的挑事，破坏小区的公共设施，刁难物业工作人员，恶意投诉。你现在的下场都是你自己造成的。郝建同志，你的这个条件确实不合理。小区的电梯更换是大部分业主的意愿，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的要求就改变。你还是放弃这个条件吧，好好道歉，赔偿损失，这件事儿就算过去了。不然，走法律途径，对你也没有好处。郝建，你就别犟了，赶紧道歉赔偿吧，不然真的走法律途径，你不仅要赔偿，还要承担法律责任，到时候就更丢人了。见没人站在他这边，郝建心里的火气和怨恨无处发泄，最后也只能狠狠一跺脚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好，我道歉，我赔偿，但是我记住了甄英俊，我告诉你，
这事儿没完。只要你不再挑事儿，不再破坏小区的公共设施，不再刁难物业工作人员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要是你再敢犯，我们不会再给你任何机会，直接走法律途径，追究你的全部责任。在王调解员的见证下，郝建当着我和物业工作人员、业主代表的面进行了道歉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，还赔偿了小区的财务损失，一共500元。虽然钱不多，但这是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的代价。调解结束后，郝建灰溜溜的走了，走的时候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那眼神里的怨恨像是要把我吃了一样。甄经理，太好了，终于把这事解决了。郝建这次应该能消停一阵子了。甄经理，你做得对，就该让他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不然他还以为没人能管他了。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帮助，要是没有大家的作证和请愿，这事儿也不会这么顺利的解决。以后我们还是要和睦相处，一起把小区建设得更好。好，我们都支持你。从司法所出来，李娜和小周都松了口气，脸上露出了笑容。甄经理，太好了，终于把郝建治住了。这一次他应该不敢再挑事儿了吧？不好说，他这个人记仇得很，这次吃了这么大的亏，肯定不会轻易善罢甘休。只是短时间内他不敢再明目张胆的挑梁，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，做好防范。我们知道了，以后我们会更加注意，把小区的各项工作做好，同时也会盯着郝建，不让他再搞小动作。回到物业办公室，我把郝建道歉和赔偿的消息，还有司法所的调解结果整理成文档，贴在了小区的公告栏上，还发到了业主群里。业主群里瞬间爆发出一阵欢呼声，大家都为这件事的解决感到高兴。太好了，郝建终于道歉赔偿了，甄经理太厉害了。小区终于能恢复平静了，再也不用被郝建搅和了。以后我们都支持甄经理的工作，一起维护小区的秩序。日子平静的过了半个月，郝建果然没有再明目张胆的挑事，每天只是在小区里溜溜弯，跟几个老伙计聊聊天。偶尔看到我时，他也只是冷哼一声，扭过头去，不再像以前那样上来就找茬。小区里的业主也都慢慢忘记了之前的矛盾，大家和睦相处，物业的工作也开展得顺顺利利。可周三早上，我刚到办公室就接到了保安的电话，电话里保安的声音非常慌张。甄经理，您快来1号楼楼下吧，郝建大爷在1号楼单元门口晕倒了，他的家人说是您把他气晕的，现在正在楼下闹呢，非要您给个说法。郝建晕倒了，还说是我把他气晕的，可我最近根本就没跟他说过话。我马上到，你先稳住他的家人，别让他们跟业主起冲突，我这就过去。等我到的时候，周围已经围了不少业主。郝建躺在地上，脸色苍白，眼睛紧闭。他的儿子郝强和女儿郝丽正跪在地上，扶着他对着周围的业主喊：大家都看看，这就是我们小区的物业经理甄英俊，他仗着自己年轻，欺负我爸，把我爸气晕了。今天他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，必须赔偿我们的损失。就是甄英俊就是个没良心的，所以我爸都这么大年纪了，他还处处针对我爸，欺负我爸。对，现在把我爸气晕了，他必须负责，不然我们就去物业公司总部闹，去街道办闹，让他身败名裂。周围的业主都对着我指指点点，有人脸上带着疑惑，有人脸上带着不满，还有人低声议论：甄经理平时不是这样的人啊，怎么会把郝大爷气晕呢？会不会是有什么误会啊？不管怎么样，把老人气晕了，总是不对的。我挤开人群，走到郝建面前，蹲下身，摸了摸他的脉搏。脉搏虽然有点弱，但还算平稳，不像是被气晕的样子。这里面肯定有猫腻。郝强、郝丽，你们先别激动，我最近根本就没跟郝大爷说过话，甚至连面都没见过几次，怎么可能把他气晕？这里面肯定有误会。先把郝大爷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，看看是什么原因晕倒的。等检查结果出来了，要是真的是我的原因，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。要不是我的原因，那你们就得给我一个说法，不能随便冤枉人。冤枉你？要不是你处处针对我爸，处处刁难我爸，我爸能生气吗？能晕倒吗？郝强，你说后话要讲证据。我什么时候针对你爸、刁难你爸了？之前你爸恶意投诉我，破坏小区公共设施，刁难物业工作人员，都是他自己的所作所为。我只是维护小区的正常管理，维护物业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。
这怎么能叫针对和刁难？你还敢说？要不是你，我爸能去司法所道歉赔偿吗？能丢那个人吗？我爸从司法所回来后就一直闷闷不乐，心里憋着气，都是因为你。现在他晕倒了，就是你造成的，你必须负责。原来他们是因为郝建去司法所道歉赔偿的事记恨我，现在借着郝建晕倒的事来栽赃陷害我，想让我承担责任赔偿损失。原来是这样，郝建晕倒跟甄经理没关系，是他自己心里憋着气。他的家人这是故意栽赃甄经理啊！就是甄经理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儿，郝建是自作自受，他的人怎么这么不讲理？郝翔、郝丽，你们别冤枉甄经理了。甄经理是个好经理，为我们小区做了很多事。你爸晕倒跟甄经理没关系，是他自己的问题。你们赶紧把你爸送到医院去，别在这儿无理取闹了。就是，郝建的为人大家都清楚，他这次晕倒肯定是自己的原因，跟甄经理无关。你们要是再在这儿闹，就是故意制造矛盾，影响小区的正常秩序，我们可要报警了。郝强和郝丽看着周围的业主，脸色难看到了极点，却还是嘴硬。我们就是要甄英俊负责，他不负责，我们就赖在这里不走了。你们要是想闹，我奉陪到底。但是现在必须要把郝大爷送到医院去。要是因为你们的无理取闹耽误了郝大爷的治疗，那责任就全在你们身上。另外，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马上就来。还有，我也联系了医院的救护车，救护车也马上就到。等郝大爷的检查结果出来了，一切都清楚了。郝强和郝丽听到我报警了，还联系了救护车，脸色瞬间变了。没过多久，救护车和警察都来了，医护人员把郝建抬上了救护车，郝强和郝丽也跟着上了车，警察则留下来，向我和周围的业主了解了情况，做了记录。甄经理，你放心，我们会调查清楚的。要是真的是他们故意栽赃陷害你，我们会依法处理的。谢谢警察同志，麻烦你们了。甄经理，你别往心里去，他们就是故意栽赃你，我们都相信你。甄经理，你做得对，就该报警，让警察来处理。谢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，我没事。等医院的检查结果出来了，一切都会真相大白的。业主们陆续散开了，我回到物业办公室，心里却一点都不踏实。李娜和小周看到我回来，连忙问：甄经理，怎么样了？郝建没事吧？他的家人没为难你吧？郝建救护车拉走了，他的家人说是我把他气晕的，想栽赃陷害我，让我承担责任。我已经报警了，也联系了西林婴儿医院，等检查结果出来了，一切就清楚了。太过分了，他们居然这么卑鄙，用这种方式栽赃陷害你。要是检查结果出来，郝建的晕倒跟你没关系，我们一定要让他们给你道歉，还你清白。他们这是诬告，要是情节严重，还得承担法律责任呢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他们轻易得逞的。等检查结果出来，要是真的跟我没关系，我一定会追究他们的责任，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下午2点多，我的手机终于响了，是医院的医生打来的，我立刻按下了接听键。医生，您好，我是甄英俊，请问郝建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吗？他怎么样了？郝建的检查结果出来了，他是因为高血压旧疾复发，加上情绪激动才晕倒的。他的高血压已经很多年了，平时就需要按时吃药，保持情绪稳定。这次应该是因为最近情一直不好，没有按时吃药，才导致旧疾复发的。他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，在病房里休息，没什么大事了。郝建的晕倒果然跟我没关系，是他自己的高血压旧疾复发，加上情绪激动导致的。他的家人是知情的，就是借着这件事故意栽赃陷害我。挂了电话，我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办公室里的同事，大家都松了口气。医生说了，郝建是高血压旧疾复发，跟我们没关系。现在真相大白了。
我们一定要让他们给甄经理道歉，还甄经理清白。我拿出手机给警察打了个电话，把医院的检查结果告诉了警察。警察同志，医院的检查结果出来了，郝建晕倒是他自己高血压救急复发，跟别人没关系。我们这边也收到了医院的消息，正在赶去医院的路上。我们会向郝建和他的家人核实情况，要是他们真的是故意栽赃陷害，会依法进行处理。随后，我又把医院的检查结果发到了业主群里，还附上了医生的诊断证明。不少业主还主动给我发消息，安慰我。下午4点多，警察给我打来了电话。甄先生，我们现在已经核实了情况，郝建和他的家人都承认了，他们是故意栽赃陷害，想借着郝建晕倒的事儿让你承担责任，赔偿损失，为郝建之前的道歉赔偿出气。我们已经对郝建和他的家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，还告知他们这种行为已经涉嫌诬告陷害，要是情节严重，会依法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。郝建和他的家人已经答应会向你道歉，还你清白。第二天一早，郝强和郝丽就来到了物业办公室，低着头对着我道歉。甄经理，对不起，我们错了，不该冤枉你，不该栽赃陷害你，希望你能原谅我们。知道错了就好，以后做事要讲证据，不能随便冤枉人。这次我看在郝大爷生病的份上，就原谅你们了。要是再有下次，我不会再给你们任何机会，直接走法律途径追究你们的责任。是，我们知道了，以后再也不会了。甄经理，真的对不起，给你添麻烦了。没事，你们走吧。好好照顾郝大爷，让他按时吃药，保持情绪稳定，别再胡思乱想了。郝强和郝丽连忙道谢，转身走了。看着他们的背影，李娜和小周都松了口气。而经过这件事，小区里的业主变得更加信任我，更加支持我的工作了。物业和业主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和谐了，小区里的氛围也变得更加温馨了。而郝建在出院后像是变了一个人，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趾高气扬、爱挑理、爱摆谱，每天只是安安静静的在小区里溜溜弯。再见到我时，郝建郑重地向我道了歉，我接受了他的道歉。从此以后，我的生活恢复了平静。